第一位上场，掌声欢迎呼兰。呼兰，慢一拍。太好了，也就咱们这个地方，让他们长长见识。大家好，我是呼兰。今天咱这是这一季的最后一期，是吧？这个嘉宾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的关联，是吧？你就感觉就像是导演不知道该请谁，打开那个短视频软件，对吧？就这样吧，接下来10个短视频刷着谁请谁。鸡排哥跟刘畊宏能有啥交集，是吧？炸鸡排跟健身，这甚至都是一个对立的关系。我觉得就是刘教练看着鸡排哥的鸡排，也会觉得说这一块得多少卡路里啊，是吧？鸡排哥看着浑身肌肉的刘教练，也会琢磨就这块头得裹多少面包糠啊。然后还硬搞了一个主题，对吧？等风来再乘风起，多牵强啊！其实这期真正的主题你们可能不知道，这期真正的主题是我是这期的主咖。因为是这样，定谁是主咖都不能让人所有人都满意，对吧？我就勉为其难的当一下主咖，就像你现在那些所有那些番位啊，什么争得不可开交，你就应该是一番呼兰。对吧？瞬间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了。所以说就我作为主咖，我先谢谢我的这些朋友们愿意赏脸参加这一期我是主咖的节目，谢谢朋友们。虽然你们也是刚刚得知的。然后呢，今天主咖给你们开场，不用谢啊，开始啊。被骗了呢？怎么？一个个说宋小宝啊，宋小宝，宝哥，我为啥请他来当副咖呢？主要是因为我俩都是东北老乡。我带他上节目见见世面。小宝之前主要演小品嘛，我都跟他说，我说这脱口秀不一样，你过来学习学习新东西，对吧？你别看脱口秀就一个人，你演小品之前总动来动去的，脱口秀这5分钟你不见得能站得住。但我都跟导演打好招呼了，我说那个小宝爱动，喜欢雇佣，一会儿镜头啥的都跟紧点儿。而且你得整咱这语言的艺术，你不能总使相，你整点那个不使相也能让人笑的，你还能海燕一辈子啊！你别整那海燕，我觉得你就应该去演《封神榜》，你跟那个比干说，你说比干啊，你可长点心吧。这么多年了，这个梗终于当着宝哥的面使出来了。刘畊宏，刘教练，我请的刘教练，主要是因为我俩真的是好朋友，在他没开始跳操的时候，我俩就已经认识了。那个时候他刚搬到上海，我俩一起录节目，别人都问他关于周杰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，只有我从来不问他，他特别感动。他说：“哎呀，终于有人把我当成刘畊宏了。”其实是我不知道他认识周杰伦。他说他是健身教练，我说那你平时是在威尔士还是依照韦德呀？一群人总问他说周杰伦什么时候出新专辑啊？我还寻思我说为啥要问他呢？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说那更不应该问他了。我想真逗，咋不问我呢？我也不知道的。刘教练我俩关系好，他总跟我说，他说呼兰你得运动，呼兰你得运动，然后找我去打篮球，直接把我腰给干伤了。好几个月没运动，关键是那个第2天我还去山西自驾。我那时候带着腰托拄着拐在那儿看云冈石窟的大佛，旁边人还嘀咕呢，说都这样了还出来学习文化呢。后来我养好了，他一直喊我去他那个直播间，我多聪明啊，对吧？我把徐志胜给推荐过去了。我说他跳得好，我说那舞姿神鬼难测的，一会儿像龙卷风，一会儿像双截棍。最后徐志胜去了，哎呀，太爽了吧！公报私仇，一箭双雕。早安也是我请的，早安是我前些年在青岛认的小弟。
真的，这是我在青岛认识的年纪比较小的弟弟，简称青岛认的小弟。那个时候我们脱口秀跟说唱都在青岛录制，对吧？经常是我们收工早，因为我们 beef 少。等他们收工了，整条街的啤酒都被我们这些说脱口秀的给喝完了。早安还抱怨说我们 rapper 没酒喝，只能去吃面条。我说那你也别说我们喝完想吃个面条也没吃上。你们就庆幸对吧？我们也没去吃火锅的吧？我们吃火锅，你们吃。你都说这些事儿，你都不敢相信。当年不知道为啥那么能喝，记不清了对吧？可能是因为当年为我夺冠庆功啊，这是事情啊。那个时候是22年的时候，早安还没有现在那么火。我不知道有没有直接关系，但的确是早安和刘建良都一样，都是认识了我之后开始火的。不用谢啊，不用谢，不要。鸡排哥不是我请的，鸡排哥是节目组定的。啊，他说这个节目多少得有点正能量。然后你说今天这个阵容，你没点正能量，压不住这些个谐星啊，太邪了，太邪了。但我觉得鸡排哥从早到晚直播炸鸡排，我觉得特别厉害，你们不觉得吗？我觉得特别厉害。你就说你们谁能像鸡排哥一样上班是经得起全程直播的？想想看是吧？你敢直播上班，你敢吗？对吧？1/3时间都是主播暂时离开，更多精彩马上到来，对吧？回到屏幕前点点外卖，开始吃播。好不容易干会儿活，因为骂骂咧咧直播结束，房间被封禁。迪哥也不是我请的，迪哥是啥呢？迪哥是这个棚录上一个综艺留下来的。对，现在都这样，现在综艺导演都有经验，进棚之前都喊一喊杨迪，万一他在，就能又少请一个嘉宾。张绍刚，张老师不是我请的，张老师是赠品。谁来这个节目都送一个张绍刚。然后我真的非常感谢张老师，我真的非常感谢张老师。前段时间张老师在北京帮我主持我那个专场，我前一天演2场，第二天早上7点的飞机，张老师回来录主咖，录完立即奔机场回北京再帮我主持。你看人家线下线上，北京上海必须让观众无一幸免。你还以为我有啥好话是吗？最后的，说我是主咖都是开玩笑，都开玩笑的。宝哥、迪哥得罪。没有，喜欢，都是为了喜剧，对吧？都是为了喜剧。老话说得好嘛，伸手不打笑脸人，对吧？今天我就不打你俩了啊！张老师，感谢，真心感谢，没有梗也没有反讽，真心感谢张老师。其他几个朋友都是我的好朋友，然后也不会挑理，好吧？谢谢大家，我是呼兰。好。让我们掌声欢迎娱乐圈的掌门槛人杨迪。谢谢。我的天哪！谢谢绍刚老师对我如此的褒奖。小齐进来玩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杨迪。其实大家不用那么见外，也可以叫我的网名枪族小夏。没错，这个名字是我09年参加闯关节目时候用的，结果第1关就落水了。闯关的时间还没有我自我介绍长。后来主持人问我是什么感受，我说呛水了。虽然我那天没有拿到电视，但是从那天开始，我就一直在电视里了。谢谢。其实我也算踩上风口了，因为我也是选秀节目出道的嘛。中国达人秀看过没有？2010年的节目，那个时候全网叫我表情帝。哎呦，原版了。难度很大的。很多专家都在网上说，小朋友千万不要学，很容易导致面部痉挛。在这里，我劝所有的成年人也不要再学了。我刚做完那个，我这有点痉挛了，主要是胖了，很多年没做了啊。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就说我是为了搞笑刻意扮丑，我还需要刻意扮吗？
这个对我们喜剧人来说是一种天赋。今天在场的很多人天赋也挺强的，毛豆、小齐、宝哥，一个个天赋异禀啊！我当时天赋强到什么地步，已经把周星驰先生给惊动了。他当时看完我在达人秀的表演，立刻给他经纪人说：“把这个怪物给我找到啦！”结果我到了片场一看，一排怪物，我也是见怪不怪了啊。宋小宝，宝哥，说实话，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宝哥的时候，哇，把这个怪物给我赶下去，没有了。我当时在想，哇，此乃何物？我分不清他是一个年轻人还是一个老人，整个人长得非常的模糊。现在是王嘉尔了哈，那个时候很模糊。他曾经1年之内录了30档综艺，而且说自己太累了，还休息了2年。大家听完以后都会觉得，哇，1年录30档综艺。我听完以后觉得，哇，1年才30档综艺啊。所以我其实疯狂上综艺，主要是为了什么？担心哪天不火了就没有通告了，所以我疯狂上，疯狂上。哎呀，没想到一直火，一直火。你说气人吧？瞅你的身材。刘畊宏，刘教练，你看，刘教练，四川人啊，刘畊宏，刘教练，一看，你看这长得。一看就没有什么喜剧天赋，身材又好，但是最近大家应该也了解到一个事实了，就他直播间的流量和前2年没法比了啊，主要是不够搞笑。刘教练，我教教你这2年应该怎么跳啊？不要用手拍的，咱们要用手肘，就用这儿。依赖摇啊，停，好 ，OK， 就跳到这里了啊，不像刘教练，直播间的音乐都不用给版权费。确实，我最近呢也是在运动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的一些 vlog 啊，就是杨迪爱爬山，对，就带很多朋友一直去爬山，而且因为视频太长了，我还请了一个特别好的剪辑师来帮我剪。后来他把成片给我以后说：“杨迪哥，你看一下，我把那些翻车呀、口误呀、不好看的镜头都剪掉了，现在毫无瑕疵。”我一看，确实没有瑕疵，也没有我。这个 vlog 呀，真得有点瑕疵才有笑点。包括大家在网上看到那些真正出圈的综艺卡段呀，都是那些搞笑的翻车瞬间，像什么失误呀、口误呀、怪物呀、我呀这种，就是对吧？要不然凭什么那么多综艺会找我呢？因为我的出现，就是对综艺节目的权威认证。再加上我们节目上一期好像徐志胜已经来过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在这里宣布，你们主咖终于集齐了中国综艺的全臂江山。好吓人啊！这个怪物是什么？果然更恐。啊，综艺。主咖可以安心收官了，谢谢，收起来，很恐怖。早安，你好，我接这个，是，接在那个全臂江山后面有点接不住啊，没关系。因为早安很感谢我，因为有一次庆功宴，他一个人孤单的坐在角落，没有人理他。他说只有我像一个救世主一样走过去跟他搭讪，化解了尴尬。其实当时我只是想偷偷溜走。结果不巧跟他打了个照面，被迫给早安说了声“哎，晚安”。而且这个是早安的一面之词，坐在角落是他自己说的。其实那天是一个非常长的长桌，是我坐在角落，你坐在主座。妈呀，为什么没人理他呢？因为那个节目他根本就没录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庆功宴你来了，专门是来吃蛋糕的哈。你们说唱歌手真的爱分蛋糕。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那个长桌我还没法转菜，哇，他倒是吃得香啊！我面前只有南京特产活珠子，珠子是活的，我的心是死的。没关系，早安。
假如以后再也不能在庆功宴见到你，我也祝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范志毅，范大将军，我的综艺晚辈。他呢特别有体育精神啊。上一次玩了一个猜字游戏，因为规则还跟裁判急了。你说你一个综艺新人，你好胜心这么强干什么？我以前带的都是什么人呐？我带的都是徐志胜、李雪琴。内娱综艺现在什么水平？就这么几个人，连范志毅什么的都在玩游戏。他能玩明白吗？玩不明白，没有这个能力，晓得吧？继续努力，晓得了，晓得了啊！继续努力。鸡排哥，我特别懂你，真的。我先做你的，做完你的做你的，做完你的做你的，说的不就是我上综艺吗？我上完你的上你的，我上完你的上你的，上完你的上你的。出梗不够炸，我将无法原谅我自己。还要吐槽一下机器人是不是？我真不想说他。我的春晚晚辈，本人也是上过2次春晚的，我家里人都记得。很多艺人朋友会担心机器人会取代我们，我觉得不可能，因为3、2、1走。哎呦喂，这厉害，取代了，这综艺老炮儿，哎呦喂！哎呀，还好是录播。3、2、1走啊！我觉得不可能，因为前2年录节目还有虚拟人物也跟我们一块录节目，那个虚拟人物站位卡得特别严，我们还不能动作太大，一动作大就容易穿模。怎么说呢？我们的关系就是到位了。所以机器人想取代我觉得有难度。像我刚刚说的，行，你敢去冲关吗？像我落水那下他就来不了。我落水了，大家笑得特别开心。机器人落水了，大家快跑，小心触电！大家经常说我们综艺咖没有什么作品，但是我觉得带来快乐就是我们的作品，对不对？对。虽然大家一直在屏幕上见到我们，但是我还是会祝大家早安、午安、晚安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杨迪。啥意思啊？掌声欢迎正宗的鸡排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景德镇鸡排哥。哇，今天的场面有点炸，炸到我无法想象。虽然这是我第一次上综艺，请相信今天的这种小场面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心里有数，一切尽在掌控。我只需要说完你的，说你的，说完你的，说你的。好，那我开始吐槽了。对，就是这么快。我需要的就是速度，我没有时间的，你们理解一下。我4点半以后不接散客的。我先说我认识的吧，机器人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最开始认识您的时候呢，您还在送餐和扫地。再次见到你，你都已经上春晚了，兄弟。其实我跟你算半个同行，因为我每天搞的都是人机交付。好，我认识的说完了。刘根峰老师，马上就是你的了。因为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让你等了。刘根峰老师真的很喜欢您哦。
听说你腹肌8块，哇，太贵了吧？我只要6块，比你便宜2块，学生还只需要5块呢。付兰老师，您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脱口秀演员，非常的喜欢您哦。听说您的专场《草台班子》正在全国巡演当中，巧了，我的专场《鸡排摊子》也正在全国巡炸。一起，希望你给我一次为您服务的机会哦，让我们一起炸翻全国。宋小宝老师，太喜欢您了，看到你我眼前一黑。我很早就看过您的小品，如果今天吐你吐不到位，我是无法原谅我自己的。现在还是那么的喜欢您哦，我的后厨都挂着一张您的照片，当做色卡，不对，应该是色卡，提醒我该放油了。炸糊了。早安老师，很喜欢您，你的名字里面充满了良好的祝愿，可惜我每天都是下午才出摊呐。我要带着我的鸡排，我的鸡柳，带上我的塑料袋，在鸡排摊上摆造型，从5中摆到南少林。早安老师，还我，你可以拒绝我的 flow， 但是请你不要拒绝我的鸡排哟。小齐同学，中专生，你买鸡排5块。怎么就你有特价？我也是，1人5块。范志毅老师，哇，这个嘉宾有点大哦，请原谅我，这个嘉宾大到无法想象。很喜欢您，真的，我是您的铁杆球迷。您是范大将军，而我只是个小范。你踢球是好拼的，你是我心中真正的拼好饭。杨迪老师，很喜欢您哦，谢谢。感谢您刚才有模仿到我的。听说你曾经买鸡排空运到长沙，怎么能空运呢？鸡排要趁热吃，你懂不懂？如果你买我的鸡排凉了而影响口感，我将会停止对你的售卖。好了，现在最后一个段子了，可能梗会稍微的小一点点，但是我保证的是酥脆度一定是相同的。很感谢大家，是大家的关注给了我这阵风，现在想吃鸡排的风已经吹到了我们的主咖。谢谢你们了，爱你们了，你们都是最棒的。岗位没有高低，每个岗位都值得尊重。各位老师，有的是文艺岗，有的是体育岗，有的是教学岗，我干的是餐饮，只不过就是一个掌勺的嘛，但是我也将会站好我的掌勺岗。掌勺岗，要这么突然吗？最后对各位老师送上我衷心的良好祝愿，希望各位老师的事业就像我炸的鸡排一样，保持热度，永不掉粉，既不会浮也不会凉。
谢谢大家了，我是景德镇鸡排哥，我的油温到了，我要回去炸鸡排了。掌声欢迎毛豆。大家好，我是毛豆。习惯这个词儿呢。非常开心来到主咖和他的朋友们。哎呀，我成天在家看，最后一期终于想起我了，也没拿我当朋友，真的。我在家是夜里流泪，白天擦，做梦都想来主咖，真的。这节目你其实看阵容，你分不清到底谁是主咖，但是你要10期节目都看了，你就知道小齐是主咖。铁打的小齐，流水的朋友啊。第一个流水的朋友是宝哥宋小宝，宝哥去年爆改成王嘉尔啊，翻唱了一首叫《巴比龙》，身边一圈那个伴舞的全是1米8以上的帅哥，宝哥站在中间，舞台上是一个凹字，你知道吗？他就站中间，哎，你看那几个人在踩他。宝哥这个气质唱那个哎，你感觉后边就应该接那个哎呦。巴比龙啊，王嘉尔表达的是我破茧成蝶，宝哥表达的是我是那个破茧。宝哥这2年出来的比较少了，他采访说他不明白录那么多综艺赚那么多钱有什么用。对呀，杨迪老师，你帮我问问徐志胜呗，到底有什么用啊？他也不给我。杨迪老师出道的时候叫表情帝，你知道吧？朗弹琴厉害，说是被上苍亲吻过的双手；周深是被上苍亲吻过的嗓音。表情帝，上苍是舔过你脸吗？杨迪老师1年有340多天录节目，108期26档节目啊，真的。你好星期六，人家是好六团，他是好六邮递员。王牌对王牌，人家是王牌家族，他是什么王牌好友。他就像可乐，你没有人专门点的，什么套餐都有的。他经常说一睁眼不知道自己在干啥。我1年啥活没有，我就在家待着，我一睁眼才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啥。我跟杨迪老师录过一次综艺，他太专业了，他那个情绪反应特别的大。导演说你们就表达这个饺子好吃就行，他吃一口好好吃啊，他就吃了一个，我给你一盘都吃了，镜头一下没拍我。我表达的才是好好吃啊！我在那个节目里讲了一个我家的事儿，杨迪老师是真的吗？我第一次听这种事儿，那是我第2次补录啊，加上彩排我讲了3遍，他比第一次听还惊讶，他惊讶的我都惊讶了，我说是真的吗？是真的是第一次听吗？专业，杨迪说他录的这么多综艺是因为他爱综艺，我也爱综艺，我们几个都爱综艺。刘畊宏要是节目找我，我可以说我爱减肥啊。最强大脑要是找我和小齐，我可以说我俩爱学习了。但是你要问我最爱什么，我最爱撒点小谎，反正我真的爱综艺。导演给我看我的那个结束那通告费，我都很惊讶，我说是真的吗？真的是给我的吗？导演说假的，这个是杨迪的，这个是。好，这个好好喝的。杨迪哥、宝哥他们火了之后，家里人就都不用干活了嘛，都可以休息了。只有鸡排哥火了，全家都出去炸鸡排了，真的鸡排家族啊！而且听说鸡排哥今年要开始全国巡炸了，全国巡炸，上一个全国巡炸的还是包青天呢，这。刘畊宏老师最近有点像鸡排哥的鸡排，就是掉粉有点严重，就是有句话他让我删了，但是我偏要讲，我跟着他的视频一起练了很久，真的。
刘教练说跳操可以改善抑郁症，这个我作证是真的。我只要一想到下午要跟他跳操，我就抑郁。我想算了吧，不跳了，一下就改善了。你现在提到《本草纲目》，第一个想起来就是刘畊宏，你甚至都想不到周杰伦啊，你甚至都想不到李时珍啊。他其实已经53岁了，他马上坐公交车就能免费了，他能坐那个老弱病残专座了。但是我俩在一块儿，明显我更需要那个座。还有最后一个人，早安啊，最后一个人类哈，这玩意儿不算。我和小齐都非常喜欢麒麟，真的，从这儿就能看出来早安在我们圈子里的影响力，说唱的土壤都被他渗透了。在我们学校传唱度第一的就是麒麟，第二才是黑桃 A， 你知道吧？就一群钳工、焊工开挖掘机的，从武当造到南少林，从武当造到南少林。早安老师，你不能老想着南方基建工程，咱得振兴东北啊！下首歌你就从大连造到哈尔滨，咱就。他的歌太符合我们学校的气质了，让诗仙写断了笔，让先锋折断了戟，我一剑开天门，太帅了。这么帅的词儿，我上次听还是惊雷，这通天修为，天塌地陷紫金锤。当然，我真的，你这个歌要是重音改一改，还能更火着。你就让诗仙写断了笔，让先锋折断了戟，我乃亚生第一人，我一剑开天门。能进格莱美，你知道吗？我尽量。所以当我查资料查到早安是大学生的时候，我像知道乔峰是契丹人一样，真的，一瞬间有点天塌地陷紫金锤了。而且你看我虽然讲话也快，但是我用词少。早安的快嘴那个词儿，我要比你看到过的、听到过的那些所有花里胡哨加在一起还要顶。这是什么快嘴？这就是讲话絮叨。他跟我奶一样，你出门把那个裤子、袜子、鞋子、帽子穿厚点哈。就是多看点。他那个歌词特别适合给外国人练中文听力。请听题，我要比你看到过的、听到过的那些所有花里胡哨加在一起还要顶，请问他要比什么还顶？A 看到过的 ，B 听到过的 ，C 我要。其实早安早期的歌也有很温柔的，就是那种歌词有点听不懂，就一直重复。我问你什么是海，你问我海是什么；你问我什么是海，我问你海是什么。感觉俩傻子，特别像初中时候的我和我同桌。老师说昨天学到勾股定理，我说什么是勾股定理？他说勾股定理是什么？但是你要问我什么是海，我是海军。我告诉你，海洋是祖国的蓝色领土，是473万平方公里的自然宝库。同时我还是脱口秀演员，我还得告诉你，海市蜃楼。整个现场唯一能从武当造到南少林的，就是这个机器人的流水线了。其实场上所有嘉宾我都能理解，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请不着嘉宾，他买了个嘉宾啊！很多人说机器人没有槽点，胡说，机器人没有槽点，它怎么充电？我感觉节目组在做测试，哎，今天这个要是能行，明年就不用我们了，明年就机器人吐槽机器人，吐槽的好的机器人在一块搞个比赛，叫机器人大会，上台就讲我的工厂倒闭了，我的原生工厂有问题呀。另一个就戴着墨镜说，我一出场摄像头就坏了，我看不见。冠军坐在那个最上面，说我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机器人，我这。这真的，宝哥、迪哥，你们不用笑。哎，万一能替代我们，马上就能替代你们综艺节目了。鸡排哥你也不用笑，到时候我们都得去炸鸡排去。
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是高级厨师，我炸得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毛豆。掌声欢迎造型哥早安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早安。然后今天不摆造型啊，今天荒谬，荒谬。我其实准备了很多很恶毒的语言的，但是当我看到现场还有一个机器人的时候，还是算了吧。我想让人类给机器人留一个好印象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叫你，就叫你姬老师吧。为什么要请一个机器人来一个语言类的节目啊？可能唯一能说服我的就是，机器人也想看人类的笑话。我其实能想象到人类最差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一个人看着一群机器人在吵架。我无法想象语言如何伤害到一个机器人。伤害机器人的应该是他。怕怕。但是这个也伤害不到他，因为这个是塑料的，这个没有伤害能力，就像他们的段子一样。姬老师，我给你介绍一下今天的阵容啊。我是一名说唱歌手，说唱歌手有一些刻板印象，就是靠互相说坏话、炒 beef 让自己越来越火的这么一个职业。但是我在外面，我从来不这么做，因为我怕，当我展现出一些攻击性、爱骂人、没礼貌、说话流里流气的时候，大家会以为我是一个脱口秀演员。接下来，季老师，接下来，王嘉尔，王嘉尔，直接王嘉尔。你可能不相信，我也不相信啊。就是你能理解吗？一个喜剧演员在他40岁的时候，突然想要整容，只为了更像一个偶像明星。宋小宝，整容，荒谬。这绝对是一个 AI 都推算不出来的行为，不亚于小齐读书，毛豆普拉提。季老师，这位是根红哥，我跟他一起跳过操，真的挺累的。我当时就想吐槽他，但我确实没有力气了。今天总算恢复体力了，2年了，这口气才喘过来。当时录完节目已经很晚了，我非常累了，他还是要拉着我去跳操。就季老师，你能理解吗？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换电池的。跟红哥，这个你能理解吗？我们是人类。这位毛豆，如果给你一首播放量破几亿的热单和舞台，会发生什么？会有几个你根本不认识的人在用自己的文本2/3来说你土。你听到毛豆刚刚是怎么吐槽我的吗？季老师，他对我的研究那么深，那么小众的歌都被你挖出来了。为了吐槽你，是不是听完了我所有的歌？为了吐槽你，我也准备看完你所有的脱口秀。看不完，看不下去。就是我记住了一段啊，大家好，我是毛豆豆，我是一个热乎乎、非常慵懒的演员先生。哇哦！他吐槽我的麒麟歌词土，其实我也挺困扰的。我好像最近的作品都超不过麒麟，我能接受自己超不过麒麟。毛豆，你能接受自己超不过大肠吗？今天的主题是等风来，我觉得不如叫人类的多样性吧。等风来，季老师你肯定理解不了什么叫等风来，因为你们机器人不需要风，你们只需要电。
但人类不一样，人类需要风，需要机会，需要运气，需要麒麟，需要大肠，需要海燕，需要周杰伦授权他的直播间可以放他的音乐，不需要保存费。这一切都有了呢，人类还需要努力。我会一直努力，一直努力，一直尝试，一直等待下一阵风。谢谢大家，我是早安。哦，对了，季老师，你刚刚听我吐槽了那么多人，你可能觉得人类真的有病，折腾自己，互相吐槽。但你发现没有，所有这些有病的行为背后，都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原因，我们怕被遗忘。这段是不是有点空 ？AI 写的，接着学吧，机器人。掌声欢迎范志毅。大家好，我是范志毅。今天是最后一期了，看得出来吗？收官了，请的人也蛮丰富啊，有的请的，还有炸鸡排的啊，就感觉不光要收官了，这不要收摊了。还有什么健身教练的？演二人转的，这哪还是脱口秀？这不是达人秀吗？这一场的主题，等风来，再乘风起，啊，之前一直体会不到。以前我在球场上也风吹雨打的，那球场上风再大都只是往身上吹啊。啊，5年前这个舞台的风一吹。把我从足球场啊都吹进了综艺圈来。我这一期吐槽了很多人，啊，说了很多，哎呦不容易的，好像在我嘴里就没有容易的。其实脱口秀真不容易的，9年了，坚守在这节目的还是张绍刚。哎呦，搞不懂，每次开场就是拉着我入场，哎，跟个球童一样。包容一下，求同存异吧。今天的嘉宾，鸡排哥。鸡排炸得好啊，我们算同行啊。他控油，我控球，人家是手艺人，我是脚艺人。现场还有嘴艺人，早安。说唱歌手。天天就唱那句什么带上你的兄弟在山顶上摆造型，一点危机感都没有。机器人比你们会摆造型，来比个耶！哎，你看，耶！杨迪，哎，这真是我综艺界的前辈啊！这他刚说了没错啊。什么综艺都能看见你，但确实啊，是第一次上这个节目吧？要不说你厉害呢，这么不火的综艺都被你发现了。咱不能说是个综艺叫你就上啊，要注意身体啊，不然很累的。这样，你再受次累。有啥活推给我，我体力好。别忘了，我不光是综艺咖，我还是个体育生啊。小宝哥，哎呦，蛮有意思的。节目组和我说，小宝脸上动过很多刀啊。我说啊，这是动完之后的吗？小宝，动完刀你没跟医生动过手吧？小宝踢球也很厉害的，哪天真要是碰上，我压力也会很大的。别看他小小的、黑黑的，在球场上很难防的，尤其是晚上踢球，很容易看不见他的。找他怎么找？
我得大喊一句：“黑子说话！”走喽。跟红老师，我们有一次在节目里一块打过篮球，当时我防守不用手，只用脚。他说我这是在篮球当中使用了足球的技巧，我说没有吧，我那是使用的是综艺的技巧。最后还是希望大家能等到更好的风，被吹得走起来的那种。当了一季的品牌自由，下一季这个品牌自由来不来真无所谓，这不还有小七吗？重要的是邵刚，你记得要来，品牌们也要记得来，当然最重要的是你们观众一定得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范进。让我们掌声欢迎逐渐开始名人化的小齐。哎，各位好，我是小齐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又来了啊。哎呀，现在谢谢6期了，朋友们，我这6期我感觉我做实了，我没素质。尤其你就看今天这个阵容嘉宾，我感觉就是把各行各业转行到娱乐圈的这些优秀员工全请来了。比如我代表美容美发行业，宝哥村民啊，然后豆哥厨子，再还有健身教练、车间女工、鸡排哥小摊贩、杨迪小丑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您曾经是，现在我是小丑，你是大丑。我感觉这些人都能整出一个产业链来，你懂吗？就是宝哥养鸡，毛豆杀，鸡排哥炸完，杨迪卖给我。刘畊宏老师说不要吃这些垃圾食品。而且今天这还好啊，有早安老师，又来 rapper 了。早安呐，我很早就想吐槽你了。他一早跟2万，不知道你们认识不？有一个组合叫 Round Two， 我当时就觉得他拖累我家哥哥2万，因为他词写的太差了，你懂吗？2万虽然也是像我一样中专毕业的，但那个词写的太好了。同首歌你们听过，来点纯正的味儿，1966这都是，偶尔也有坏习惯，我爱拿生命做投掷。我这个中专生一看文学，你知道他早安的部分第一句都是周杰伦写的，第一句是我一拳打开了天，化身为龙，第二句自己写的，你就看，哎呀，看看这拳打到你脸上有多疼啊！在这么优秀的词后面写这句词，这打的不是你的脸吗？你知道那种感觉吗？前一句听的还是龙拳，后一句我感觉全聋了。这好像我写一首诗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来财。那也不是。他一首麒麟火了，把搭档抛弃单飞了。我一听他的歌就像麒麟，我听着都是就像郭麒麟。早安老师很不容易，他当时为了火出演过《俺娘甜小草》，真的，他当时很努力，不止一边出演乡村剧，还要一边打线下的那种说唱比赛。怎么讲？他的生活就是晚上地下8英里，白天下地8苞米。很辛苦，真的。但是早安老师就上过学，就跟别的 rapper 不一样，喜欢炫耀文化。他最开始叫 MC 早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这么读，还是读 MC 早。早。然后大家问的说为什么叫早，他的答案是什么？因为喜欢鲁迅。鲁迅当时在课桌上刻早的时候，不知道给他起名呢啊。问他为什么喜欢鲁迅，他说一句话，他说因为觉得鲁迅是最厉害的 rapper。不太敢苟同哥哥啊，
因为觉得你把一个大文学家拉到这文化的层次上，鲁迅也会生气的。你怎么不说秦始皇是最好的 rapper？ 跟你多像啊，就喜欢把这些文化人往坑里推啊！哎呀，刘畊宏老师啊，周杰伦最差的作品。但其实畊宏哥哥挺苦恼的，他说过他不想只是成为周杰伦的朋友，他甚至曾经就是不想靠周杰伦做音乐了，所以现在用周杰伦的歌做操。我特别喜欢那个畊宏哥哥的直播间，因为在里面啊听周杰伦的歌免费，甚至那个就是《本草纲目》不火了嘛，火了之后采访的时候说想收周杰伦版权，倒反天罡的啊，反向收版权。那周杰伦向谁收版权？李时珍呢？这就跟小宝老师说王嘉尔的脸侵权有什么区别？畊宏老师真是一个健身狂魔，你知道，曾经就是跟周杰伦在国外巡演，坐公交车，大家坐得好好的，他就突然，旁边老外吓坏了。那周杰伦保镖干啥呢？问他为啥，说是为了告诉外国人，打破他们刻板印象，展示亚洲人也有壮的。你那展示的不是亚洲人也有莽撞的吗？你公交车不应该展示亚洲人讲文明礼貌吗？你展示壮，你可以下车跑。哎呀，还有杨迪老师，很亲切，因为我发现他有很多思维，跟我二舅一样，就是好像轻信那种公众号，这很怪，你知道吗？从来不用充电宝，因为觉得充电宝里的电是假电。对呀，只有墙上的插座是真电。哥，我中专我没学过这种知识点啊。不，电也分真假吗？那是不是还有高仿电呢？有。你那假电充着会怎么样？那假电充完了开胶啊。来这儿特别担心，就一看这机器人，不知道这么关心电，说这机器人得多耗电呢。不用担心，它耗的这也是假电，它不是真耗电，它是假耗。哎，对哦，然后宝哥，其实我感觉宝哥跟鸡排哥挺像的，是不是挺像的？都很黑瘦，然后有自己的幽默。然后宝哥其实最开始是小商贩，是别人逼着他唱二人转，然后才成为大明星的。我觉得如果当时没有人逼着宝哥唱二人转，现在火的鸡排哥可能是这样的：把袋拿好了，损色。我叫我的顾客不要排队了，可他们非是不听呢。就排队，就排队，就排队。哎呀，鸡排哥，我觉得鸡排哥真的很好，还给我们中专生便宜1块钱，真的不像某个餐饮店只给大学生打折。哥，我决定，我今年过生日去你的鸡排摊，我们跟所有的火锅说拜拜。最荒谬的，终于到你那有个机器人。真的，朋友们，我最开始以为他是赞助呢，我以为他是蚝油瓶子呢，后来知道他有劳务，没劳务比我多。你拿劳务，你倒是讲脱口秀啊。你在那儿在，电动车都比你有用。
你拿上劳务了，你闻过花香吗？你看过天空的颜色吗？有人爱你，情愿为你去死吗？知道多少演员想坐你这个位置吗？你还拿上劳务了，给你买1等座了吗？你个快递发过来的。真的，我现在不在工厂装你，你跑这跟我装上了。哎，而且他竟然有名字，朋友们，他叫罗伯特。你是微博员工啊？罗伯特，这世界怎么了？机器人有名字，而今天鸡排哥，今天唯一一个用作品命名的人啊，我们没人叫早安麒麟哥吧？没有人叫宝哥相亲哥，没有人叫刘畊宏周杰伦哥。所以我想说，他不只是鸡排哥，他有自己的名字，他叫李俊勇。谢谢各位，拜拜，小杰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掌声欢迎周杰伦的周边刘畊宏。大家好，我是刘畊宏。很少穿这么多跟大家见面。现在，对，脱掉了。脱掉之前你先要热起来。来，音乐放一下，男孩女孩们一起暖起来，跳起来，来，一起站起来好不好？全体一起起立一下。你要干什么？真的吗？对，把手借给我，坐这么久该动一动了。对，男孩女孩们。往上，对，很好。来，嘉宾们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可以，1、2、3、4。来，我们毽子操准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起来，腿再下，很好，乌兰，1、2，加油，毛豆，可以，再踢起来，1、哎呀，我2、为什么好累5、6，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起来，腿再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可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可以，再踢起来，班地老师，快点，对，来做节目了，对对，好，哦，够了，好了，OK，先坐下，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。最需要停下来的时候，这边看到呼兰已经在喘了，然后毛豆已经在擦汗了。如果要解锁完整的跳操动作，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，好吗？首先要跟大家道歉，听说有段时间呢，张老师到处炫耀他的健身痕迹，要别人去摸他的腹肌。对不起，他是我练的，让大家不方便了。不好意思。其实我没有想到，我帮他练掉了脂肪肝，也帮他练掉了羞耻心。早安，在座的只有他来过我的直播间，好不好？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不来了。人非常好，但体力很差。之前呢，我听他的麒麟呢，就认为他的个性应该是谁都不服。那一跳操呢，感觉谁都得服，啊，不服他就不行了。那我老婆呢 ，Vivi 还很贴心跟他说，这个地上是可以躺的哦。那我们其实都很担心啊，害怕呢这个把一个说唱歌手真给跳进了 underground。早知道我当时候应该跳操，不要再放《本草纲目》了，我应该放《算什么男人》。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早安，加油 ，OK， 加油，你可以的。
我最近呢听说一件事情，杨迪进入到运动界了，我非常替他感到开心。刚才在后台呢，我还去跟他打了声招呼，发现他真的很敬业，他把斜方都练得很诙谐。他斜方肌哈，这个像可能穿了一下这个垫肩，大家可能没看出来，他斜方肌是从耳朵你看到没有，一直连接到肩膀。他这个呢，整个身体呈流线型，看起来很滑。你是想要练成流线滑的？老奸巨猾。宋小宝老师，再次见到他非常的开心，我很喜欢你的幽默，黑色幽默。其实我都不敢让我的孩子呢多看你的小品，因为他们特别喜欢模仿东北话。你知道这可爱的小泡芙，他突然不叫爸爸妈妈，他叫爹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真受不了！这个我好不习惯，好严肃，好陌生，好让爸比伤心哦。鸡排哥，你好，我们两个有很多相似之处，都是突然火了，都是话很多，都是靠肌肉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可以搞一个联名大家可以跟着我练操，练完之后吃鸡排，吃完再接着练。其实店名我已经都想好了，就叫做永动机吃完你的练我的 ，OK 。我们还可以找个代言人，就跟我朋友一个很像的那个何广智。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店里还可以用海天金标蚝油，肉类烹调好搭档。蚝味浓，鲜味浓，吃完跟练刘畊宏。所以其实健身呢，一直是我自己非常热爱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也可以说是娱乐圈第一批开始健身的人。在那个时候呢，男艺人大概都是白白瘦瘦的，就像早安一样。所以我练肌肉可以说是非常的叛逆，违背时代的潮流。我出唱片的时候，公司跟我说，你现在这个肌肉绝对不能够再练了。词曲创作人就是要有瘦弱的才有文艺气质。你这看起来吃得很饱哎。你想想看，方文山要是一身肌肉，大家能相信《东风破》是他写的吗？都认为那个东风是他破的。反正呢，在当时那个娱乐圈，如果你是想要玩夜店的，你就会到另外一个朋友圈；如果你是真的想要健康的呢，你就会来到我这个圈子哈。我会常常组织，比如带大家一起去健身、爬山、打球、踢毽子。重点是，有时候他们的家属也会一起来，所以我知道很多料。但我都没有说，我是守口如瓶的哈，你们千万不要逼我，因为我是很容易招供的。我进娱乐圈几十年了，主持、演戏、歌唱我都做，但是呢，大家好像觉得不温不火的，没有想到，因为我自己多年的健身爱好，却被大家看到。那既然都说看到了，是不是要看一下？那我就不客气了啊。算了，腹肌就算了，我不是张绍刚。今天这个主题是等风来，再乘风起。其实对我来讲，我是真的很有感悟。我最火的时候，我一天就涨1000万的粉丝。当时很多人找我带货，我都拒绝了，因为我当时觉得那个不是流量来了，是责任来了，所以我要更专注的去陪伴大家。现在呢，我的流量掉了。但是我还是保持一个平常心，我没有很伤心，没有，真的没有。
毕竟呢，我也不希望大家一直守在手机前嘛，我还是希望大家生活能够回归正轨。那天我老婆听我这么说，她也很感动的跟我讲说，会不会大家还是守在手机前，只是没有守在你的直播间？朋友们，有机会回来看看我，不跟着我跳操也没关系，可以跟着我老婆，她开始带货了，放心，只买不累的。OK， 其实我自己是真的很享受健身，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因为我觉得啦，这就是我的一个责任。我相信天将降大任于刘畊宏也，必先苦大家心志，劳大家筋骨，防大家宵夜，断周杰伦奶茶。好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好不好？男孩女孩们一起健身，跳起来 ，Let's go， yeah！ 谢谢大家，我是刘畊宏。有请记性差、记性好的宋小宝。端个水杯上来。好帅啊！都不好意思了，都不好意思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刚才把我吐槽成那样了，你们还说我帅，我都有点不敢相信。现在，谁说成什么我都不会相信的。我们说是真的，是吧 ？OK， 你们这么坚持说我帅，那我就信了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宋小宝。这个节目呢叫主咖，我一听说这个名叫主咖，我才来的。为啥呢？因为我是咖啡。这个节目叫主咖，听我咖啡来叭叭，给你们逗的笑哈哈，祝你们新的一年发发发啊！先整一个4、6、8句。其实呢，宝哥每次上台我都特别开心。其实我小时候我也没想到我自己能有今天。其实成名之前我也干过很多职业，服务行业我也干过，跟鸡排哥比不了。他那小嘴巴巴的，哎呦我的妈，我可没他那胆儿去教育顾客啊！我跟你说实话，他说，哎呀，吃什么不重要，只要你心情好，吃什么都好吃。我没他那胆儿。我唯一一次教育顾客，是我义正言辞地跟他说：“大哥，告诉你哦，打人别打脸哦。”我就不信了，你要心情好，说吃什么都好吃，你心情再好，给你俩大嘴巴子，你吃东西还能好吃吗？宝哥是怎么走上这个艺术这条路呢？19岁那年啊，我们村那时候来了一个演出的一个剧团，当时那个团长呢叫焦小龙。他说：“你想跟我学2人转吗？”我当时不愿意跟他学2人转，但是后来也就学了。他就是成了我第一个的过门师傅，叫焦小龙。去年我给他打电话，我说：“师傅，你敢想我有今天吗？”啊，我说我成东北的王嘉尔了。我师傅当时就懵了：“你上一边去，东北王不张作霖吗？”哎呀，最开始学2人转的时候，我心里不太爱接受，因为感觉2人转丢人。那时候，因为宝哥当时也是10里8村的文艺青年，可忧郁了。你们别不信，如果当初你们长成我这样哈，你们都容易抑郁。我跟你说实话。但是呢，我爸非得送我去学2人转，他说：“儿子，学吧，你不学，你说你能干啥？又黑又矮又矬。”我说：“爸，咋了？又黑又矮又矬，就不能干大事业了？那咱老宋也出过人才呀，那宋江还又黑又矮又矬呢。”我爸说：“那后来不也投降了吗？”当时2人转也不好干，那个时候素质没有你们这么高，坐在台下的所有人，真的，我说实话，我第一次上台演出，站，什么玩意儿？站呀！
我说，哎，你等会儿呢，你别的，大哥，我倒理解你，是不是？你别瞧不起二人转，最起码它也是个艺术的瑰宝啊！都谁瞧不起二人转了？我瞧不起你，我瞧不起我人多了，你算老几？潜台词那些啊，当时不敢跟人这么对着干。其实那个时候成名之前，过得很不如意，兜里头也没啥钱，连2块钱烤地瓜都买不起。于是我就总上那个地瓜摊儿、烤地瓜摊儿去等，就问人家：“哎，哥们儿，有没有烤糊的？卖我一个呗。”给那哥们儿问的直毛愣啊！他哥们儿，你这是真怪哈、专挑跟你一个肤色的吃，是不是？你看龚宏哥今年就50了，人长多年轻，是吧？肌肉块儿线条。刚才我都很担心你哥全脱了，我特别担心你，真的，我都不担心别的，我就怕鸡排哥一瞅你那时候回起锅烧油了，这就把你搞里头了。上分了。杰伦哥演唱会哈，龚宏哥去了30多场，也真是厉害。作为嘉宾，你看不唱歌，只跳操，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迈开腿。我相信杰伦哥对他的要求是管住嘴。而且龚宏哥没有必要就非得上演唱会去蹭，这不现成的在这儿呢吗？以后你可以跟我混一混 ，Follow me。Feel me like Babylon。以后你跟我混一混，对不对？你们别笑啊、你们回去仔细品，你们就会发现，宝哥的舞姿就像优酸乳嚼柠檬似的，一口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酸爽；第2口有料。第3口上头了，差点忘了，还上了心呢。雪橙版和红心苹果版，边喝边嚼，更上头啦。窦鹏哥跳操的时候就总是喊腰间的赘肉咔咔掉，人鱼马甲线我也想要。你怎么还跟早安学上了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你也是个 rapper。哎呀妈呀 ，rapper！ 听说呼兰也是个 rapper， 他是个 rapper， 那我也是个 rapper。你看啊，哟 check now， 主咖就是一场喜剧 party， 这里是小宝 AKA Little Baby，BABY， 问我来自哪个厂牌？来自东北6个大舞台，我的 flow 那么早安打败。说唱还得是黑的人来。人家是专业的，我特意现场去看过他，他唱的叫音乐剧《东楼》，你们有没有看过的？啊，有几个看过哈。当时我看着都恍惚了，说一会儿唱一会儿，唱一会儿又停，停又唱一会儿，那帮人在台上呼呼啦啦呼啦。我以为俺们东北二人转拉场戏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！那当时观众气氛不太热烈，我说实话，但是早安特别卖力气。当时我就想，哎，他那么卖力气，怎么没有大哥往上扔钱扔啤酒呢？那跟我当年不一样，他是只有一口气，一定开天门。我也有一口气，一口吹了6瓶，喝完走道直晃悠啊！早安的声音大，是因为他行得正。那天我声音挺大，但我咋行也行不正。早安，我跟你说实话，就观众这一块啊，我比你看到过的、听到过的、你没看到过的、没听到过的、听到过的、没看到过的、没看到过的、又听到、听到过的、没看到那些花里胡哨的加在一起还要顶。我觉得说快了没有什么太大意义。其实我以后我想挑战一个，我用东北的弹舌挑战一下，看谁快。哎呀，这场还有杨迪，哎，宝哥，老搭档、老朋友了，真的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俩只会扮丑，啥话呀？
真的。还说杨迪啊，谁红跟谁玩儿，净扯淡。我这么黑，他不也照样跟我玩吗？他不挑色儿。是我俩扮丑，我就除了扮丑，我还会扮王嘉尔呢。那跟他能一样吗？这杨迪呀，不是扮丑。我见杨迪第一面的时候，哎呦，我就马上就有很强烈的危机感。哎呦，你看我这个形象就够找笑的了。在我这扮丑这条赛道上，老天爷是赏饭吃。但我一看杨迪这张脸呢，老天爷赏的是自助餐。我跟你说，不光撞型了，还撞名了。我是小宝，杨迪是小撒，我是枪主小撒，我是江主小撒，改一改吧，我是枪主小撒瓜。我吓一跳。没事，接着吧，就那一个字儿，就是接着吧，为了节目效果，弟弟。今天呢，主题是等风来，再乘风起。机器人呢，是现在这个时代的风口，但是机器人也别蹬鼻子上脸。给宝哥整急眼了，我就让鸡白哥把他给炸了。他炸鸡可老厉害了。机器人呢，能炸鸡排，能说唱，能跳操，能演小品，能上综艺，但他真的没有办法拥有我们那些复杂的感受。从当初的籍籍无名走到今天，我现在的感受就是起风了，咱就乘风起，风停了，咱就自己吹风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宋小宝。掌声欢迎小慧。大家好，我是赵小慧。我呢，很不开心参加主咖最后一期录制，因为这节目我一共来了3次，每次都是急活儿，每次都是那种昨天通知今天彩排明天就要录制的。就其他的人都是提前2个月就开始约档期啊，聊内容啊，就给我2天，根本就不给我时间就拉扯一下。我拉扯过一次啊，我说每次急活才找我，拿我当什么人了？第2天我又问老师咱什么时候录制，他们说已经录完了。工作不好找，现在哎呀，急活虽然讨厌，好过没活。你都不敢想，这一个豆瓣都不敢开分的综艺，还能有我这种应急替补选手？哎呦，这谁能想到？而且这个活是怎么变急的？来，我跟大家一起分析一下啊。应该是2个月前策划的时候就把这些红人们定下来了。一汇报，老板说：“哎，脱口秀节目怎么能没有脱口秀新人呢？”哎，给小齐喊来了。又一汇报，老板说：“哎，机器人这么火，怎么没有机器人呢？”给机器人喊来了。临近录制了，突然有人发现，哎，红人、老人、新人、机器人都有了，没有女人。哎，这个我也是刚琢磨明白的，因为找我的时候跟我说这期的主题是乘风啊，一个浪姐没找来啊。哎，我看了很多观众的评价，他就说我们节目很多嘉宾的稿子啊都差不多啊，没什么特色。那嘉宾你别看这一季来了50多个人，编剧就那么几个，他们都不是写完你的写你的，他们是没写完你的就得赶紧写你的，写完你的你又不来了啊。王老师、李老师、陆老师、陈老师，其他的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啊。你们还有一篇稿子在我们手上，抽个空来念一下吧。那来的嘉宾吧，也奇怪，明明在互联网上就是靠那些八卦呀、花边呀出圈的，来这节目成艺术家了啊！可以调侃我的作品，但是不要聊我的感情。
你一没作品，二不让聊感情，老师你白拿钱吗？主要是这个节目起的有点高了啊！明人不说暗话，的确一句暗话都没有，说的都是一些场面话。人观众就爱听暗话呀！哎，节目组你们猜一猜，我们是想看一群明星坐在台上对着摄像机聊天，还是想看那种他们在饭局上非正常视角拍摄的聊天呢？现在脱口秀演员也不敢说，你们别看小齐这一季火力全开，口无遮拦，因为他还是个素人。等节目播完，他升咖了以后，你再看吧，他也得在网上云包场支持哥哥姐姐们那些2、3分的电影。今天这期真的最难，来的这些嘉宾可以说是毫无槽点啊！鸡排哥、刘畊宏，一个怕你吃不好，一个怕你不健康，你还好意思说人家啥啊？哎呀，那早安，名字都这么有礼貌的 rapper， 我也不好太没礼貌。那节目组有点不礼貌啊，根本就没拿你当 rapper， 你不知道前面录了一期说唱专场就没请你。小宝宝哥喜剧前辈了，现在转型当男团了。那你说谁不想看一个162黑皮幽默男的？那杨迪就更别说了，但凡真有什么槽点，一大半的综艺都得下架。这个节目啊，其实应该感谢张绍刚老师，他就是为脱口秀而生的，槽点多还让说。我在网上看啊，张老师上课没有人选，前2排都是空的，张老师站在第3排开始给后面的同学讲课，你就知道在学校真是没人听他说话，只能来录脱口秀。这200多个人必须听他在这扒扒，没扒完就不让你们走。这个节目吧，更得感谢中国足球。没有国足就没有品牌挚友范志毅，调侃了1季足球了。虽然嘴上一直在鞭笞，但他心里想的很可能是，足球一定要好起来，但千万不要比我当年好，不然我就接不着活了。好多观众说节目无聊，所以我也想了一个办法，干脆啊就让机器人当观众，反正很多节目的数据本来也是人家机器人做的，你让人家看看咋了嘛？就让他们感受那种我们看机器人表演的那种难受啊！什么下饭综艺直接变充电综艺，那机器人一边充电一边看节目，还得一边给咱发弹幕呢。哎呀，这个综艺真是太下电了。今天还特意请来了一位，哎呀，这个人一顿吐槽，他还不能反击，我都觉得是不是有点太欺负机器人了？他们说趁能欺负赶紧欺负吧，以后指不定怎么欺负我们呢。哎，这位机器人老师，请你记住，今天吐槽你的人叫呼兰、小齐、毛豆，我赵小慧永远支持你们。有没有感觉出来这一期节目其实啊，大家只敢吐槽机器人和张绍刚，但是很快也不敢吐槽机器人了，因为人家发展越来越快了。可是张老师会越来越老，也越来越好欺负。谢谢张老师，我赵小慧永远欺负你。谢谢大家，我收工了。